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雅喜，你回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看不出来啊，这个 William， 我还以为他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人做事一人当啊，想不到他这里满口答应赔偿啊，转身就跑回去讨救兵回来。William， 你不要开口，是我逼他讲的。本来他还想瞒着我，想明天一早呢去银行拿钱给你们。还好我发现情况不妙，要他把事情告诉我，要不然他就呆头呆脑的把钱给你们，中你们的计啦。我想你这句话说错了吧？中我们的计，中计的恐怕是我们快乐鱼，而不是 Mr. William 啊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为了他心知肚明啊，什么意思？哈，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你最好小心这个人呐。可是如果你知道，而你没有知道他，没有阻止他，还帮他来陷害我们快乐鱼，我就觉得你太没有良心了，大姐。我不懂你说什么，你不懂是吗 ？OK， 我就当你真的是被蒙在鼓里。你问问 William， 看他有没有胆量跟你说。是啊 ，William， 你去说吧啊。我上厕所忘记洗手这件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了，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呢？他已经认错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他不是故意的。他给人收买了，在我们的汤里下毒药，还快乐于你，还说他不是故意的。我没有。喂，你不要含血喷人啊！你不要看他老师好欺负，就随随便便的诬赖他。他老师好欺负，他是卑鄙小人才是真的。亏麻的对你那么好，你还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二姐，有没有证据啊？哎呀，家福，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也不能够顾你的感受了哈。I'm sorry， 亲自收买他的人就是你的妈的，还有他的亲弟弟。开玩笑，他怎么可能跟他们有关系？对啊，佳玉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冤枉我呢？二姐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说？雅喜，我没有冤枉他，是我的女儿亲耳听到的哈，女儿。是啊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我经过姑姑的店，听到里面传来声音，说什么要打垮快乐鱼。我吓了一跳，就偷偷的躲起来看啊！我看到姑姑啊、杰敏啊，还有家福的妈妈跟舅舅。再听下去啊，他们说起我们快乐发生食物中毒的事啊。那个女人的弟弟啊，还承认自己是幕后黑手，说他有内应帮忙在他汤里下毒。听到没有哈？那个内应是谁？大家心知肚明啊。姐夫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啊？家福啊，就算你打死我都编不出这样的故事啊！我可以发誓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回家。我想做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绝对不是内应，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那么做的。我只是上厕所忘了洗手罢了。哎呀，威廉，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演戏了，大家不会相信你的。我相信。佳琪，谢谢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我相信你，他们是分明看到我想跟你合作做生意，所以故意处处阻挠，处处为难你，还想趁机敲诈你一笔。大姐，你说什么敲诈？亏你说的粗口啊！你怎么不说你是怕少了威廉那份钱，你就开不了店？所以这次快乐鱼被人家陷害，你也昧着良心帮他说话。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听我说？你还不是跟他们同一鼻孔出气的？好啊，如果正如你们所说的，威廉是什么内应，那为什么不要摊开来讲，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呢？还要偷偷摸摸的约他出来，一开价2万5，什么意思呢？哼，我们没有偷偷摸摸，我们不想摊开来讲，是不想惊动妈的。而且妈的的个性大家都知道，他如果知道这件事，他一定会跳起来的。你是不是想看到妈的的病情加重？好啊，你说的那么堂皇，那我问你，你代表谁来向威廉要求赔偿呢？我当然是代表法德麻的啦。
吵了，妈就在楼上，小心不要听见呢。好啊，让他听到，让他知道这些人为了钱可以编故事来害威廉。喂，我们不是电视台的编剧，我们不会编故事的，好点。是啊，我是亲眼看到的，亲耳听到的。佳琪，你快来救命啊！喂，哦，等一下，二嫂快来啊，阿富汗打来的。哦，一定是二哥打来的。二嫂望穿秋水，日盼夜盼，为了就是等这通电话。有什么事情等他讲完之后，我们再慢慢谈。那佳琪呢？佳琪怎么样了？二嫂，发生什么事啊，二嫂？他们说了奇怪的话。什么奇怪的话？他们说，佳琪在回程的途中，车子发生意外，翻下了山坡。那有没有事啊？那佳琪她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说，佳琪死了。啊？什么？Hello， 坐下，快！小心！哎，小心！来，对，小心！先喝杯水。可能听错了，可能听错了。是。那你怎么样了？说啊！怎么样了？二哥真的出事了。他队长说，二哥在回来路上，车子发生意外，翻下山坡。搜索队在2个小时之前才找到二哥的尸体。二哥出事的地点离大本营只有20公里，只有20公里。我们等了这么久，现在才跟他联络上，居然会在这么短的路程发生意外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怎么会这样的？怎么会这样的？佳琪那么好的人，天真的是没有眼，没有眼啊！怎么了？到底最近是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我们家里老是会发生不愉快的事？当初我最反对他去了，你们呢？你们没有一个人站在我同一条阵线。如果当初你们跟我一起反对的话，就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。大姐，现在什么时候你还说这种话？我难过，佳琪是我们家里最有出息的一个，我们都以他为荣，他就这样走了，太没有天理了。够了啦 ，enough 啦，大姐，你不要再讲这种话，影响雅喜了。我们现在哭哭啼啼也没有用的，最重要我们要商量一下，怎么样向法德玛的交代这件事。大妈怎么受了这个打击？这件事不能给老板娘知道，老板娘最疼的是佳琪。今天下午马德还说梦见佳琪回来见他，他现在身体那么虚弱，这件事一定不能够让他知道。我们大家还是商量一下，还是先告诉法德，还有佳琪的伤势怎么办？他们说，很快要把二哥的遗体运回来。我不要佳琪的遗体，我要他好好的回来。他答应我的，他会一到营地后会马上打电话给我。他答应我的，我要等他的电话。雅喜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哦。你赶快陪他上楼休息，去，小心。OK， 大姐，现在不是追究其他事的时候。OK， 我们2个一起上楼跟法德说这件事。还有家福，马上打个电话叫大哥回来。老爸，
Father，大姐在叫你啊。哎，你们都吃了吗？平时在店里都是这个时候吃的，虽然没有开店，还是要在这个时候才吃得下。怎么了？佳倩，你出来一下好吗？大姐，还是你说吧。老爸，嗯，佳琪在阿富汗出了意外，他走了。哦，走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佳琪，他死了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已经找到他了吗？不是说今天就回来的啊？Father，他就是回来途中遇到了意外，整个车子翻下了山坡，他们2个小时之前才找到了他，可是他已经断气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好好的一个人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佳玉啊，佳玉啊，怎么办呢？妈都在叫我。老婆，先把眼泪擦干，要不然妈都看到就不好了啊。马德，我来了。马德，你干什么哈？你要上洗手间呢？不是啊，我想出去外面坐一坐，老是躺啊，越躺就有气无力的，全身都难过。哎呀，马德，你还是躺下来休息休息，不要走来走去的。你一起身就会头晕呢。你扶一扶我，到外面坐一坐，可以吗？马德，你走路小心一点哈。爸爸出来了，大家小心点，不要穿帮，要当这没事一样啊。 OK， 马德慢慢走啊。马德，大妈。大妈，行了，我今天呢没有那么晕了，我还以为啊你不回来呢。怎么会呢？我听说你不舒服啊，就想回来看你了。只是早上去拆石膏嘛。脚没事了。没事了。哎呀，今天的时间啊，好像特别长啊。亚喜啊，佳琪有没有消息啊？有啊，刚才他打电话回来，不过看你睡得很沉，所以没有叫醒你。那快点，快帮我要一个电话给他。妈，佳琪刚回到营地，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，我看还是等他打电话回来吧。是啊，马德，阿富汗那边通讯还不发达，手机也不一定派上用场，要找一个人没那么容易的。哦，那就算了。他怎么样？身体没什么吧？他说他很好，只是食物吃的不习惯，还有阿富汗的气候变化的很厉害，晚上特别冷。哦，哎呦，他带去的东西够不够啊？够。那他又说什么吗？佳琪还说，他知道大家一定很担心他的，所以恨不得马上飞回来。可是他说做事情不可以半途而废，就这样丢下医疗的工作不管。唉，他这个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要是叫他提早回来，没那么容易。佳琪他还说，二哥说他很想念我们大家，
是啊，佳琪还说要我们好好照顾你呢。是啊，他知道你不舒服，他心里很着急啊。我不是叫你们别告诉他了吗？哦，哎呀，都是因为我摔多嘴了，我一时溜了口。我跟佳琪说，妈只是担心你，只要她知道你平安回来，妈的病就会好了。是啊，我现在就感觉好多了。可是雅喜啊，你怎么了？眼眶红红的。我不争气，刚才跟佳琪一边说一边哭嘛。是吗？哎呀，我也被雅喜影响到了，我也不争气，陪着她流泪。哎呀，害死人了！你呀，真是的，明知道啊，我看人家哭，我一定会哭的嘛。你们干嘛哭呢？佳琪有消息是好事吗？神经病啊！是啊，这叫做喜极而泣嘛，妈的。大妈，你看他们感情多丰富啊，连我这个当舞台剧的演员啊，都甘拜下风了。这也难怪啊！自从佳琪失踪以后啊，大家都在替她担心。好不容易等到她的电话来了，谁不开心啊？这叫真情流露嘛啊！佳琪在的时候啊，你们每一个一有事情啊，她是随传随到，从来没有说一个不字，谁不想念她？是啊，每次我叫帮我载温温啊，他多忙都会帮我的。对啊，我家冰岛那段日子，他隔一天去帮他检查身体啊，他自己孩子都没那么孝顺。是啊，佳琪也照顾我爸的。他还帮我搞找了很好的医生啊。好啦，别说了。说到二哥啊，我对他真的有点不好意思。每次我钱不够花，伸手跟他要，他从来没有不给的，导致我从来没有还给他。你呀，这句话等佳琪回来的时候啊，你们跟他说。我看呐，一家人里面呐，最没有感觉的就是你那个老爸，就顾着吃东西。佳琪她，二哥刚才打过电话回来了。啊，佳琪没死啊！佳琪没事就好了，佳琪没事就好了。哎，妈，爸爸，你来了。哎，老大，我不想让大妈知道。我怎么知道你们要瞒着忙的？哎，这么说，佳琪她真的是……这种事情有可能开玩笑吗？我看你还是站在这边好了，你一回来就差一点穿帮啊。妈，你好一点了吗？我都没事儿，老毛病头晕，你特地跑来干什么？哦，我听大哥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他说他要来看你，我就顺便跟着他来看你了。我没事儿。我看啊，明天啊，我就可以去开店了。哦，你的身体不舒服，我看你就多休息2天吧。哎，是啊，妈的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佳琪也叫我们劝你，叫你多休息，哎，叫你明天不准去开店哦。妈，你就听佳琪的话，再休息2天吧。好吧，明天我看看，如果真的爬不起来啊，我就多休息2天喽。他是不是喝酒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脸那么红，没有喝酒，他那个脚干嘛又包成那个样子？哦，今天他梁惹糕摊位开张，他刚才啊忙到不小心扭伤了脚。那么轻快就好了。听说是美丽在帮他。是啊，妈，大哥他已经会想了。老大，大妈正在问起你啊，过去吧。哦，哎，说话小心一点啊。哎，蒙德，哎，怎么样啊？你身体好点了没有啊？我没事儿，你的生意怎么样了？
很好很好。我今天的柜哦，一大早就卖光了嘞。那就好。听说美丽在帮你啊。要好好待人家，不要辜负人家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生意要好好做。佳琪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帮你。你们虽然是兄弟啊，哪有像佳琪这样一下子拿出几万块钱帮你这个哥哥？所以这一次啊，千万不能让佳琪失望啊。我知道。佳琪是我好兄弟吗？他是我最好的兄弟嘞。哎呀，老大，我知道你是男儿不是不流泪，只是未到感动时。来来，进去洗把脸啊！不是跟你说过说话小心一点吗？人家忍不住吗？他怎么了？你们今天每一个好像都有一点怪怪的。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呀？妈，我是真有事情瞒着你。啊？妈，我是真有事情瞒着你。啊？其实我早就该让大家知道了，可是我想先告诉佳琪，因为他是孩子的爸爸，他应该先知道的。孩子的爸，你有了？难怪二嫂刚才跟二哥通电话的时候说话特别小声啊，原来是跟二哥讲这个喜讯。好啊，太好了！雅喜几个月了？现在应该是3个多月了。哎呀，好啊，我要抱孙子了。佳琪听了一定是很开心吧？开心，他开心的时候不出话来。那当然啦，他那么喜欢小孩，你看他对温温呐、金宝他们那是疼得不得了哦。你要叫他快点回来了，都要做爸爸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你这个老婆跟孩子。如果要帮忙人家，以后再去喽。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他，这是妈的命令，看他敢不敢违抗。他一定不敢违抗的，佳琪一向都很听妈的话的。啊，好，妈的，我看你也累了，我扶你回房休息吧。好吧。哎呀，学子你来这么久，没有人倒水给你啊？佳琪倒一杯水给他。妈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客气呢？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你还是赶快进去休息吧。好吧。你再小心一点啊。雅喜，你怀孕了，是真的。我本来想先告诉佳琪的，可是他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。佳琪她怎么死的啊？是不是那个什么奥什么马的害的？我一定不会放过她的嘞。都说是意外了。怎么会是意外？为什么别人没意外，就只有佳琪有意外？所以才会叫意外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，你们不要再争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好好的商量一下，怎么样办理佳琪的后事。办佳琪后事不难，不过要办到不让妈的知道，那就难了。爸，你有什么看法？爸，不用问了，你这老爸是什么意见都没有的，我们自己商量吧。人都已经死了，怎么去办后事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要照顾还活着的。你妈身体不好，雅喜也怀孕了，他们2个才是重要的。爸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最对。够了，什么爸妈的，
我已经习惯了。雅喜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肚里的孩子。我看你是先回房去休息，佳琪的后事让我们来处理。我们商量过后再来通知你。这是我离开后的第92天，距离我回来的日子还有270天。我们见面日子越来越近了。不过你每天看我写给你的未来日记，会不会觉得我好像没有离开你一样呢？这就是我的目的了。那天我在收拾行装的时候，看到这张照片，换回了许多甜蜜的回忆。你还记得这张照片是怎么样拍的吗？若有缘，我们一定会在世界某一个角落相遇。你们等一等，我把照片打印出来给你们看。你就是那位童小姐吧？你是快乐鱼？嗨。嗨。你胃还好吗 ？OK， 还可以消化东西。好。你喜欢摄影啊？我只会看，不会拍。和我一样啊，我也只会看，不会拍。不过这张照片啊，拍的真的很美，而且啊，这句话“若有缘”，你哦。我在等客户。哦，我来买一台打印机的。先生，哎，你看，效果真好。很漂亮。不如送给你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若是有缘，我们一定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相遇。这句话真有意思。也许我们曾经在过去的时空相遇，我们约好了这辈子再续前缘。那未来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相遇吗？我愿意，佳琪，我愿意。你们知不知道佳琪到底有没有立遗嘱啊？大姐，
我们现在不是在谈二哥的后事吗？问这干什么啊？这才重要啊！如果佳琪没有立遗嘱，那他名下的财产就全部都给雅喜了。对哦，夫妻只要一方死亡，财产就归另一方所有。那如果生前佳琪没有立下遗嘱的话，那雅喜肯定是唯一的受益人哦。那佳琪的遗产有多少？应该不少啊。佳琪是专科医生，每个月至少也有2万块吧。哎呀，我看不止吧。耀祖有个同学是个脑专科，而且住的洋房是有泳池的，嫁了一辆30多万的 BMW， 而且还养了2个小老婆啊。佳琪跟我买过几份保险，受益人都是雅喜，加起来呢有50、60万，那还有一间还没建完的房子，就算供一半吧，至少也有30万。佳琪毕业后呢，做了8年的医生，算他每年赚20万，就总共有160万，加上公积金30万，还有一笔公积金家属保健计划的赔偿金是4万4，哇，总共加起来有300多万哎！大姐，有so much啊？老爸，你知道佳琪的经济情况吗？这个我不清楚哦。那马德呢？也不清楚。哎呀，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清楚的我看你就不要再问来问去了。不管二哥有没有立遗嘱，最后那笔钱也不会到你手上的。你以为我这样问就是 M 他的钱啊？我只是怕佳琪白辛苦一场，到最后便宜了别人。便宜了二嫂，对吗？二嫂是二哥的老婆，把财产留给他也是应该的啊。更何况二嫂现在怀了二哥的孩子，将来那笔钱是要抚养孩子的。是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懒得这边乱放屁啦。你有没有想一想雅喜今年几岁？30岁不到啊！你以为他会为佳琪守一辈子的寡吗？守寡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就算他这样子做的话，我们还劝他不要这样子呢。什么年代了？难道你要他立正街牌坊吗？万一以后我守得3长2短的话，你要为你自己的后半生着想，找个好男人嫁掉。你不要胡说八道了。雅喜还用你来劝他再婚啊？她长得漂亮，收入又高，平时已经很多男人盯着她了。现在佳琪死了，那些男人还不一涌而上。我才不信她那么有定力啊！你不要看她现在那么伤心，说不定1年半载她就跟了别的男人了。大姐，你这么说对二嫂太不公平了吧？唉，你以为爱情真的是一生一世啊？说句难听一点，如果现在有个女人来勾引家福，你看她会不会动心？男人女人都一样的，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天长地久哈。有些人一离婚就马上搞了别人了，更不要说另外一半死掉。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雅喜她再嫁的话，那佳琪的财产会到哪去呢？你是说会落在别的男人手里？对呀，就比如说吧，如果雅喜改嫁给那个什么孙子兵，那孙子兵是不是好像中了大彩一样，无端端多了200、300万啊？那怎么行呢？我看到他那张嘴脸就讨厌，怎么可以这么便宜他？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佳琪的遗产要回来，即使不是全部，一半也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佳琪的遗产要回来，即使不是全部，一半也好。佳琪啊，我还是觉得现在不是谈论佳琪遗产的时候，当务之急呢，就是怎么样办理他的后事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们谈家里的事，叫你不要插嘴吗？我是大姐，佳琪的事我自然会处理。哦，你是大姐，我可是大哥哦。那我跟你们讲你们1个2个都不要跟我讲钱啊。老大，小声一点啊。不是咩？佳琪的钱关你们什么屁事？那学子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谈后事。你们谁跟我讲钱讲遗产，我就打谁啊！那学子，我派你做代表，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很累了，还是各自回去休息吧。我去殡仪馆安排，等佳琪她的遗体运回新加坡了之后，就直接再去殡仪馆，那个时候就不会惊动妈妈了。OK， 就这么办。听到没有？1个2个睡好，养足精神，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嘞。哎，学子啊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
不用了，你走路不方便，还是我自己去殡仪馆吧。大家各自回去休息。那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。我知道佳琪呢，她真的是希望家里热热闹闹、开开心心的，她真的不希望大家为了她而难过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振作起来。够了，讲那么多话，发表演讲咩？哦，那我走了，爸，我走了。睡觉了。佳玉啊，那我们找机会跟雅琪谈谈佳琪的遗产的事，至少跟她分一半啊。啊，大姐，这种事我不好说了，还是让法德玛德做主吧。哎，睡觉了，要睡觉了。这个是你说的，不要等我争取到，又吵着跟我抢。你聋的，我都叫你不要讲了咯。喂，你那么凶干什么？你以为啊，我抢来自己用的？老爸老妈还在呀，他们养育佳琪那么多年，跟他争取一半遗产很过分咩？是啊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那法德玛德出来讲，还不是自己想捞点油水？你以为你是我大哥就可以讲这种话？你不要说你不是这样，谁讲的？不要吵了好不好？给大妈二嫂听到怎么办呢？刚才还哭哭啼啼的，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财产，这就是所谓的亲情。老婆，你也睡不着？睡不着。在想佳琪的事啊？别想那么多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哦。你干什么？我觉得自己很无耻。干嘛这么说呢？你知道我脑海里在想什么吗？你不是在想佳琪的事吗？我是在想佳琪的事，可是我是在想他的钱呢。啊，自己的弟弟刚刚死，我脑海里却一直在想他留下了多少钱。你又干什么？跟你一样，我一想到佳琪的钱，所以一样该打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这家人才过了1个月的穷日子，都已经被吓破胆了。真的有点怕了。我真的希望能过回以前的好日子。哎呀，我要回我的钱啊！对了，钱！哇，一想到这个钱字，我全身的神经都会竖起来呀。所以你才说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抢钱，对不对？抢钱，即使是自己弟弟的钱都要抢。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，可是啊，我又忍不住要这样想。你也知道，我现在打的是一份临时工，虽然是给那个小明星指来指去，要替他骂臭汉，可是至少有收入吗？如果连这份工作都没有的话，我们真的要吃老本了。唉，原本还以为可以在 William 身上搞点油水，怎么知道大姐会从中作梗？我看也很难了。那就另外想办法吧。对咯，所以我刚才在想啊，如果佳琪真的是留下了300万，那不用多，我们只要拿1/5就够了。1/5？那就有60万哦。对咯，有了这笔钱啊，我们就不用生活的凄凄惨惨了。60万，以前根本不知道60万那么重要，现在终于明白了。有了60万，我们给自己买一间房子。还可以买小车子，还可以做间小店面，做小生意。生意越做越大，还把店面扩大。还可以发展成大生意、大企业，挂牌上市。那就一定要争取这个60万。哎呀，可是谈很容易，这笔遗产的受益人肯定不会是我们，而且大姐也会对这笔钱呢虎视眈眈。说的也是啊。雅喜也不是省油的灯哦，她也不会让这笔遗产落在别人的手上。对呀。雅喜这个人这么精明，哪有这么容易拿钱出来给大家分啊？那还用说？一讲到钱啊，什么亲情、友情、爱情啊，都要靠边站的，要不然你那个弟弟也不会跟我们打官司啊。哎呀，那别说60万，我看6块都拿不到了。哎呀，爹，我们的脑筋是活的吗？想法子，总不能看到这大笔钱落在别人的手上吧？我跟你讲哦，大姐肯定也是在打那笔钱的主意哦。如果佳琪的遗产全落进雅喜的口袋，那就太便宜她了。怎么说，我也有份照顾佳琪，佳琪的遗产我分一份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有了，
想到了什么？佳琪读医学课程的时候，前后跟我们借了30万。真的、啊？当然是假的，编出来的。不过要编得像真的一样。哎，那说说看，怎么编法？就说呢，佳琪读医学课程，学费又贵，开销又大。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生活环境很好，前后就借了30万给他，大家姐弟一场嘛，就当时没有跟他想要拿回那笔钱。可是我们现在的环境大家都知道了，今天不知明天事，2个孩子又那么小，以后读大学也要一大笔开销的。所以呢，希望雅喜会同情我们，把这笔钱还回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拿来当孩子的教育费。You are good man。哎，你可以当编剧了。不过你这么说，他们会相信吗？哎呀，当然不会了，雅喜不会那么笨啊。即使他肯啊，也难保大姐又不会从中作梗。那怎么办呢？除非我们有凭据。对呀，哎，我们可以找一些凭据啊。怎么可能自己编的故事怎么找凭据？无中生有，哎，可以伪造一些证据出来。伪造证据？对对对，好像一些借据啊，那跟人家借钱总要留下一些借据的吧？不行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对待佳琪？我们又不是大耳窿。对哦对哦，要佳琪写借据，好像显得我们没有人情味哦。哎，有了！什么？我们可以伪造佳琪给我们一封信，信里面说他曾经跟我们借过钱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当他毕业之后，那特别写信来感谢我们借钱给他，他才可以顺利完成他的医学课程的哦。哇 ，marvelous 啊，你！哎，可是我们总是要找一个会模仿他字体的人才可以啊。这点你放心，我有一个朋友模仿人家字体是一流的，我找他帮忙。真的？喂，那赶快进行这件事啊。没问题。你放心吧，不管是遇到恐怖分子，还是遇到毒死的猛兽，我都会回来的。我罗家杰亲自发誓，不管千山阻隔，不管天灾人祸，我的心永远跟我最爱的妻子司徒雅琪在一起，此生不渝。我不可以嫁，我的孩子我不可以嫁。孩子，给妈咪一点力量。司徒雅琪，即使佳琪不在你身边，你也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。终于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得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，无奈的退出，像个当初先表